这绝对是2023最精彩的驱魔大片，教皇的驱魔人惊悚来袭。该片由梵蒂冈首席驱魔人的真实事迹改编，由奥斯卡影帝罗素克劳领衔主演，堪称史诗级的驱魔现场，让每个人都触目惊心。友情提示：本片全程高能，强烈建议大家在好友的陪伴下抱团观看。1986年的这天晚上，神父来到一户人家进行驱魔，男人被恶魔附身，在床上不停地抽搐，号称自己是最强的恶魔。神父听后果断亮出一枚驱魔勋章，然后利用激将法让恶魔附到一头野猪的身上。就当恶魔完成转换的一瞬间，出手一枪击毙了野猪。恶魔被成功驱除后，男人也恢复了正常。阿莫斯作为梵蒂冈的首席驱魔师，是无数教徒膜拜的对象，但这次驱魔并未得到梵蒂冈的授权。教会新上任的年轻主教认为驱魔是一种过时的信念，那样只会对受害者造成2次伤害，并以此为由卸掉了他首席驱魔师的身份。阿莫斯送件大发雷霆，对几位主教一顿疯狂输出后，果断离开了教堂。这天，罗马教皇找到阿莫斯，说他也遭到了那些主教的背叛，他们根本不相信魔鬼的存在，认为那些都是概念性的东西。为了彻底说服这些人，他命令阿莫斯到西班牙处理一个棘手的附身案件。2天前，朱莉带2个孩子来到一座废弃的教堂，这里是亡夫留给他唯一的财产。他找到托马斯神父，准备将这里重新修整后卖给当地的教会，从而实现财富自由。没想到装修的第1天就发生了怪事，墙壁的裂缝中忽然冒出大火，将工人烧成了干尸。就连儿子小帅也中邪般的疯狂抽搐。朱莉上前查看时，却听到意味深长的诅咒 You're all going to die。他以为儿子突发恶疾，第一时间来到医院检查，结果却一切正常。可回到家后，小帅却变得更加诡异，竟然想吃母亲的豆腐。朱莉被吓得连连后退。小帅掀开衣服，露出肚子上的字母，同时还命令母亲把神父请来。朱莉感觉儿子可能被恶魔附身，便找来托马斯帮忙，结果刚一进门，就被一股神的力量直接击飞。第2天，阿莫斯神父赶到时，从托马斯口中了解到小帅的情况后，直接来到房间进行驱魔。就当神父向上帝祷告时，恶魔突然从梦中惊醒。神父见状，立刻用驱魔勋章进行感应，果然在男孩的眼中看到了恶魔之眼。阿莫斯深感不妙，立刻询问恶魔的名字，试图寻找突破口。可这次的恶魔却非常狡猾，将神父狠狠地羞辱来犯。My name is blasphemy. My name is nightmare.My nightmare is France winning the World Cup. You prideful fool. 还说出阿莫斯的生辰八字以及他那不堪回首的往事。原来阿莫斯年轻时是一名军人，看到战友被敌军枪杀后，便躺在地上装死逃过了一劫。这件事给他带来无法磨灭的心理阴影。后来为了战胜心魔，便成了一名驱魔人。在某次驱魔中，他遇到一个女孩，对方声称自己每晚都会被恶魔侵犯，还当着他的面咬断了小鸟的脖子。阿莫斯认为女人只是精神出现了问题，并没有被恶魔附身，随后将她交给了医生。事后女孩为了证明自己，直接从100米高楼一跃而下，而此事也成了阿莫斯永远的痛。没想到现在却被恶魔全盘托出，还不停嘲笑阿莫斯的懦弱，最后直接从嘴里吐出了那只小鸟。面对如此强大的恶魔，神牧师感到后背发凉，立刻跑出了房间。为了尽快找到驱除恶魔的办法，首先他要弄清恶魔选择小帅的原因。朱莉表示，自从他亲眼目睹了父亲惨死的全过程后，就变得极度抑郁，而这段痛苦的经历正好成了恶魔附身的途径。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逼问出恶魔的名字。神父邀请托马斯和他一起进入房间，通过咏读圣经来消减恶魔的力量。在2人虔诚的祈祷下，恶魔开始在床上剧烈的挣扎，下一秒灯光突然熄灭。阿莫斯立刻点燃打火机，那名跳楼自杀的女孩突然出现在眼前。原来这一切都是恶魔制造的幻境，他幻化成女孩的模样，不停蛊惑，试图让阿莫斯产生负罪感。还好神父意志比较坚定，并没有上当。随后他又开始对托马斯下手，不停辱骂为他殉情的女友。托马斯被彻底激怒，死死掐住恶魔的脖子。还好阿莫斯及时阻拦，才避免酿成大祸。 You took the bait, and I'll destroy you. Your holy church will crumble from the inside. 对此托马斯不停的忏悔。阿莫斯上前安慰道，这只恶魔确实很强大，他不仅能感受到我们的罪恶感，还能利用心魔让他们心神不宁。
这时阿莫斯相信恶魔刚才所说的话，突然恍然大悟，原来他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小帅，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阴谋。阿莫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便来到花园四处寻找，很快就找到了一口被封印的枯井，井盖上刻印着梵蒂冈的印章。阿莫斯事感不妙，决定打开井盖一探究竟，随后又点燃一根布条扔进了枯井，结果却引爆了里面的沼气。这时房间里的十字架开始倒转，诡异之事接连发生。托马斯鬼使神差地来到小帅的床边，被恶魔一口咬掉了耳朵。艾美被一股神秘力量突然掀飞，母亲被一只鬼手捂住口鼻，拼命地向床下拽去。还好阿莫斯及时赶到，将母亲救了回来。这时艾米房间里也传来呼救声，阿莫斯一脚踹开了房门，赶紧念出驱魔咒语。恶魔的傀儡被成功驱除后，神父带着托马斯再次来到枯井，发现这里曾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，那是基督教史上最黑暗的时期，四周全部由受害者的头颅拼接而成。他认为下面一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为了查明背后真相，两人决定从教堂内部寻找突破口。很快阿莫斯就在工人遇难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大洞，敲出石墙后，两人顺利来到井底，发现这里居然是一个地下墓穴，正中间的铁笼锁着一具干尸。通过手上的戒指，阿莫斯一眼认出他就是这座教堂的院长。当时一个强大的恶魔占据了这里，院长带领众信徒举行了一场驱魔仪式，但最终以失败告终。为了防止恶魔冲出最后一道防线，院长以身殉职，直接通下了大门钥匙。阿莫斯从干尸体内掏出钥匙后打开了铁门，最终两人从另一具干尸上找到了一本日记。他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驱魔人之一，也是当时被院长封印的恶魔。原来早在1475年，他就被恶魔附身，成功说服王室后成立了这所宗教裁判所，更是以上帝的名义在教堂内部传播邪恶指令。这也正是那些被洗脑的年轻主教阻止他们驱魔的真正原因。随后他们又找到一张地图，发现有200个堕落天使被封印在欧洲各地，而这所修道院只是其中之一。恶魔附身小帅的真正目的就是想重新唤醒这些恶魔，组建一支恶魔军团，彻底摧毁梵蒂冈。朱莉这边突然发现女儿和小帅正诡异地坐在一起，她感觉到事情不对，一把将艾米拉开，下一秒却被恶魔直接击飞。此时阿莫斯终于在日记里发现了恶魔的名字，他正是地狱之王阿斯蒙蒂斯。恶魔发现自己的名字被泄露后，立马疯了声。艾米趁机捡起地上的镇定剂，注射到小帅的体内，母女俩才逃过一劫。另一边，托马斯也突然醒悟，发现这一切都是恶魔的阴谋。他故意找来阿莫斯进行对抗，其实就是想故技重施，用神父的身份作为掩护，潜入梵蒂冈总部，夺走教皇的灵魂，从根本上摧毁整个教会。现在神父已经知道了恶魔的名字，准备进行下一轮的驱魔。此时小帅的身体已经被折磨得面目全非。神父见状，立刻念出驱魔咒语，恶魔不断制造幻境，分散两人的注意力。阿莫斯凭借坚强的意志对恶魔疯狂输出，因为知道了恶魔的名字，阿莫斯逐渐占据了上风。就当他们认为一切圆满结束时，小帅的肚子上却出现了一行血渍。艾米被附身后，犹如飞禽走兽一般，在房间内四处攀爬，同时又借助小帅的身体大杀特杀，直接将托马斯吊在半空。艾米则变成猛兽，试图将母亲活活掐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阿莫斯为了拯救同伴，果断向恶魔献出自己的身体。恶魔的阴谋得逞后，其他人全部恢复了正常。阿莫斯凭借最后一丝理智，叮嘱托马斯赶紧带其他人离开此地。下一秒，阿莫斯双眼发黑，即将成为恶魔的傀儡。为了不让恶魔阴谋得逞，阿莫斯试图上吊与其同归于尽，没想到却被恶魔直接击飞。阿莫斯靠着强大的意念，不断地与恶魔抗衡，直接来到了地下墓穴。这里到处都充斥着硫磺的味道，只要引爆气体就可以将恶魔送回地狱。可就在他准备点燃打火机时，背后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光圈，一个人影缓缓地升起。阿莫斯转头一看，以为是上帝显灵，立刻跪地祈祷，结果又中了恶魔的圈套。当托马斯赶到地下墓穴时，阿莫斯已经彻底不见。托马斯见状，立刻念出驱魔咒语，直接打了恶魔一个措手不及。恶魔起身后，果断放出大招。
You're not done yet. 企图利用自杀女的灵魂重新回到神父的体内。与此同时，托马斯的前女友一时不挂地出现在眼前，抓住托马斯不停地往水里按压。危急时刻，托马斯拿出驱魔胸章，彻底消除了幻觉。起身后立刻将十字架扔给了阿姆斯，在咒语的作用下，恶魔直接被击飞，正好掉进祭坛中心的水池，里面的圣水瞬间变成了地狱岩浆。两人强强联手，同时念出了驱魔咒语，最终将恶魔重新封印，彻底打回了地狱。本次驱魔成果得到了罗马教堂的高度评价，然而一切并没有结束，因为在那本日记中还标记着199个恶魔的聚集地。托马斯被任命为神父的最佳助手后，两人一起踏上了驱魔之路。